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又来啦。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啊，最近今年是龙年啊，雨水特别多，湿气也比较重，所以家里都需要多准备一些除湿的一些东西，保持干燥，才不会发霉啊那些的。最近我有发现剪映多了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跟 AI 有关的。它这个功能很厉害，它可以把我们，比方说我现在用中文讲的内容。然后呢，它可以用 AI 呢，自动把我的内容呢翻译过后，然后呢直接讲成英文。它还能够对嘴，音频的话，它会帮你转换成英文，用英文来讲。那我试过了一下，效果还不错。那如果是视频的话，它能够帮你不但翻译，然后帮你做出英文的语音，而且它会帮你视频对嘴。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 AI 发展真的太快了，所以我就开始观察一下，说，哎，这个剪映这个剪辑软体，因为我平常是用剪映嘛，但我不是用那个国际版的 CapCut，我是用大陆这边的版本，就是剪映。那我就开始逛了一下，说，哎，最近是不是因为今年大概5月份左右开始，就很多的 AI 都推出来，包含抖音本身也推出一款 AI，就是叫做豆包。那个阿里巴巴集团也有推出通义千问的 AI，就是类似我们用 ChatGPT 这样。再来那个百度，我们一般都用 Google 嘛，那中国是用百度。百度的集团呢，他们也有推出就是文心一言。那这几个 AI 呢，我都有使用过，其实就是蛮好用，很好用。因为 GPT 的话，它毕竟是它原来的语系是英文的，所以说很多中文的内容它是经过翻译。但是呢，中国的大语言模型它本身原来的语系，估计很多的训练的一些材料都是中文，它相对来说取得取得的来源就是不用经过翻译。像我曾经问他一些问题啊，然后要他用故事的方式回答我，那他所引用的一些故事，其实都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故事。那同样的问题，我问 GPT 的话，他回答的都是一些圣经的故事啊，或是一些西方的故事。所以这一点有一个根本上的差异。所以我其实蛮开心说，嗯、中国这边有通义呀、文心一言呐、豆包，有很多款 AI 的大语言模型出来。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方便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中文语系的，底子是中文。还有就是说，GPT 的话，毕竟只有一款特别好用。但是呢，像通义、文心、豆包的话，我有时候我一个问题我会问3个 AI，我就可以对比他们的回答。那我再挑其中我觉得比较喜欢的回答。那用了几次之后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彼此之间的强项弱项在哪里，风格不一样之类的细部的。再来就是说，也都是免费可以使用的，然后呢，也都可以生成图片。所以说，其实对我们一般平凡人要经营自媒体来说啊，其实是很方便的工具，因为可以让我们省下一个团队。那我今天是很惊讶，就是说我有点扯远了，扯到那个大语言模型去了。我在剪映那边逛逛逛，我就发现到呢，它有一个极梦的 AI。我看到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它很像是 Photoshop 的 AI 版本，因为它可以呢文字生成图片，然后呢再用图片再作为参考图再去生成图片，再来呢它可以用文字生成视频，然后它也可以用图片生成视频，所以它是等于是可以 AI 生成图片，也可以生成视频。然后它有提供一个社群，让很多人试用它的功能之后呢，分享作品。那我就在上面看到呢，就是呃，我看到有一些人啊，真的非常厉害，估计他们本来就是属于这个美术啊、设计啊，或是影片创作相关的专业哦。他们就是好像做动画一样，像做了一个日本动画一样，宫崎骏动画，就是他就生成了很多的视频的内容，然后呢人物，然后保持一致性，然后就把它串成一个故事，2分多钟的影片，我觉得很厉害。
从中呢，我就感觉到说，觉得说很多人以为说中国没有 AI，其实中国 AI 发展速度我觉得超乎想象，就是倾全国之力在动。有时候我都觉得说，我们身为一个使用者啊，我们使用习惯都还跟不上他们发展的速度，就是新的功能出来啊，我都还没学会怎么用，然后它又有新的功能了。比方说像剪辑嘛，我们也还不习惯，但它一直推出新的功能。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AI 的时代，就是有一句话，那个辉达的黄仁勋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跑起来别用走的。我觉得真的是这样，就是要让我们要动起来，这样子，因为发展速度很快。那你如果没有善用一些工具的话，我们效率就会比较慢，就是要费很多工。就像现在 AI 剪辑啊，还有翻译啊，还有一些图片制作，以前很多东西要靠自己手动去做的，现在可能用 AI 几秒钟之间就做好了。所以说这个是效率上是很大的差别。从电动车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很强大，然后从 AI 这个区块啊，你也发现到说，其实中国做事情的效率是很大的。它不管是制造业还是科技业，还是一般平凡大众的创造的那种动能都很强，所以说不能小看。你大环境这方面的发展越快，我们一般平凡人也受益越多，我们就可以使用到很多很好的服务啊，免费的，可以使用到很多很好的功能，然后我们生活各方面也会改善，就是会有所不同。我觉得这很好。像我现在想要每天上传一些视频啊，分享，做记录和学习啊，如果不是因为有 AI 的话，说真的，我时间还真的不够用。光是做字幕，有时候就没那么多时间去做这种机械性的操作，真的是就是时代不一样，也是为每个人创造了很多的机会。好，那所以说极梦 AI 的这个网址呢，我就放在资讯栏里面，那你就可以上去看一些其他人生成的图片啊，其他人做出来的视频啊，你就可以大概感觉一下，哎，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他注册使用的话是需要有抖音的账号的，那包含刚刚提到的一些中国的其他的 AI 大语言模型呢，它是需要用中国的手机号码注册的。如果你们有机会到中国来旅行的话，可以办个中国的手机卡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中国的很多的 APP。最后呢，我分享一个自己的小故事，作为一个总结哈。如果你有看到最后的话，就是最近就是强迫自己每天都要上传影片嘛。那其实呢，我是要分享，就是说我高中大概18岁那个时候嘛，在读高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因为我爸爸有学佛，然后呢，我就有读到一本《圆觉经》，很小一本，那我就从我爸的书架上拿来，然后我就很喜欢，我就拿来看，后来我就随身携带，随身翻看。那在《圆觉经》当时我是看不太懂，我就是只看到其中的几句话。比方说呢，它是可以让我们修行成佛的一部经典呐、或者说它有一些方法、三净观啊，一些方法之类的。反正那时候是看不懂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开始看之后呢，都不晓得哪一天我就自己有一种出现一种感觉，就是说，不然我每天念个佛号，四字佛号阿弥陀佛，念1000次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也许对我会有帮助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是利用，每天骑脚踏车去学校的路上5到10分钟的时间，我就一边骑就一边念，1000次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念完。那后来呢，比方说有时候没念完的话，就是走路啊，然后生活当中的一些空档，我就把它念完补完。那我就让自己坚持这个习惯，一天1000次嘛。后来呢，我这个习惯呢一直都没有中断。有的时候有缺或有少的话，我会再把它补上。那有时候呢，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会多念一些次数，加倍一点。后来这个习惯呢，就持续到了30岁左右，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毕业了，然后也当完兵退伍了，然后那时候已经在工作了。那个时候呢，
我这个习惯都一直有持续着，我持续了10多年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个因缘际会吧，那个时候我也对圆觉经的内容也已经，好像比较有一种整体性的了解，因为毕竟我都一直在翻看这本经典，随身带着嘛，长期的去看它的内容。那个时候呢，一个因缘呢，我就有开智慧，然后呢，我也在家里呢安设了家庭佛堂，然后呢，我也饮食习惯也改变了，就开始学习和长期的吃素。好，那我也参与一些志工活动、课程等等，那我自己都觉得很开心，而且也蛮顺利的。因为跟我从圆觉经里面这10多年自己长期积累体会到的一些领悟是比较契合，所以说我自己也很开心，然后也等于是可能就是长期积累下来，然后呢去达到的一种状态吧。我自己觉得也蛮开心的。当然，生活当中还是会遇到一些挑战，也会遇到一些阻力。但是呢，无论如何，然后也会观察到自己不足的地方。像我自己以前比较注重于精神生活的层面，我就比较不注重物质的层面，所以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慢一点，也会做得比较不好。对。然后呢，虽然说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挑战，但是呢，基本上也还是会克服和走过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我想要再一次发下一个小小的愿，然后呢，我想要再一次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挑战和积淀，所以说我就决定说我要每天上传一个视频，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呢，我想了很多的面向，我觉得呢，其实呢，每天上传一个视频呢，其实它是可以作为我们现代人，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呢，可以当做一种修行方法。因为你视频就像一个镜子一样，你可以关照自己。那你为了录视频，你势必要就做很多的改变和调整。那你也必须要学习很多的技能，很多的东西，沟通表达，甚至语言。反正你所遇到的所有的障碍，你都必须要去突破它。再来又要有坚持力。再来就是说，其实做视频它也是可以跟全世界很多人互动结缘，所以说它不但是儒家有说嘛，要明明德，要亲民，然后最后大家止于至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呢，我们每天强迫自己上传一个视频，其实呢，这种功课呢，不但是修自己，因为要让自己维持一种好的形象嘛，然后要让自己维持正能量的状态嘛，然后要让自己分享一些有意义的东西，所以各方面呢，就会让自己不会原地踏步。就像黄仁勋说的，要跑起来。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功课督促自己的话，没有一个纪律督促自己的话，你怎么跑起来？有时候就停下来用走的了，就忘记嘛。再来上传视频，它又可以有亲民的作用，可以跟很多人链接，又可以分享。所以这整体来说，其实它是我觉得是蛮微妙的一种方法。佛家有一种念佛方法叫做净土嘛，就是一心念佛，因为佛号本身是一种频率。那我们每个人有佛性，佛性就好比除了感官以外，你另外一种潜在的一种感知能力。然后每个人是具足的，这些感知能力是具足的，但有的人是沉睡的，有的人是觉醒的。这个感知能力呢，就是佛性一种名称。那念佛号呢，佛号本身它也是一种频率。那当你念佛号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去做一种频率共振，你会得到熏陶和改变，潜意识上、心灵上会慢慢的改变，就像灌溉、浇花、种树一样，它会慢慢的成长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其实啊，我们做视频记录自己，它就是把一种整个视频本身也是一种频率，然后我们就在熏陶酝酿自己的频率，然后也跟很多全世界上的人的频率互动。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嘛，所以大家都能够感知得到频率，正能量的频率。然后每个人内在也有一个佛性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去交流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背后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所以我想要去试试看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说，我就也发下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说，我每天要强迫自己上传一个视频，这样子当做一种功课去督促自己修身，还有清明。那这样子看看会有怎么样的效果产生，然后就长期的去积累。然后我就又联想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现在不是区块链嘛，就是区块链的技术一直在发展，有一些虚拟货币之类的。但是我要讲的是说，其实我突然领悟到啊，我们如果每天上传一个视频呢，一天这样子串联起来，我们人生的轨迹串联起来，其实它就会形成一种叫做生命的区块链。因为你每个视频上传之后呢，会有很多人看到，就像很多人印证了这个视频的内容。然后呢，你隔天又上传一个视频，然后又会有多少有人看到。所以它会形成一种区块链的记录，这是无法消除和改变的，因为很多人看过了嘛。然后呢，当我们生命的区块链呢串联起来之后呢，搞不好有一天 AI 啊，它就可以透过分析你的生命的区块链呢，它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它就可以去了解你的一些想法。当然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啊，只是一个联想。就是我觉得说，生命的区块链这个概念是我自己想到突然浮现出来的一个名词。那我觉得说，帮自己建立一个生命的区块链，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就像念佛号一样，你好像念佛一个字阿弥陀佛，念这个字好像没什么，但这个频率啊，人家说自信能生万法嘛，就是一个频率的源头，一个信息场，它可以像蝴蝶效应一样，它可以激发出很多的变化，很多的从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一直去延伸出去。最后讲的这些东西比较抽象。总之就是说，生命的区块链，我觉得说，如果说有兴趣的人，也可以去尝试啊。就是说，在现在这个区块链的时代嘛 ，AI 的时代，还有互联网的时代，我们透过生命的区块链呢，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现代人的修行法门。我自己把它当做一个法门，因为呢，关照自己，然后呢，改变自己，然后呢，再亲民分享出去，这样子，它跟儒家的一个概念也有相通。那我希望说，用这样的方式去发一个愿，然后对自己的人生建立一个精彩的生命的区块链，然后很多的讯息分享出来的讯息呢，可以透过每一天的区块，每一天上传的这个视频，你就可以记录下来。那未来不管是 AI 要了解你，还是所有人要了解你，你不用再重新介绍一次自己，因为你真实的生命的区块链的历程已经摆在那边了，它随时可以重复播放。而且它随时可以跨越任何的语言障碍，未来 AI 很发达嘛，它跨越语言障碍都很能够去了解你所说的内容。所以说，我们生命的足迹就自己已经用生命的区块链记录在那边了，不会有人去篡改你的记录，也不会有人去用他的理解去诠释你的生命，因为你自己已经诠释很清楚了。那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用重复去讲，我们可以在过去的基础上去堆叠，这样子。所以生命的区块链，我觉得就像以太坊啊，像一些这种发明一样，我觉得它对未来世界是有一种铺垫未来的社会这样子。我觉得，所以我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去尝试做这件事情。强迫自己每天上传个影片，哪怕你每天说一句话，对不起，谢谢你，原谅我，我爱你，每天发个视频，穿不一样的衣服，讲同样一句话也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今天先分享到这边，因为真的时间不够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